台湾正念工坊的执行长陈德忠老师。当下的有意识的、不带评判的觉察，它就是一个保持留心的状态。哦。台湾的本土企业呢，大概是从14、15左右开始留意到正念的这个趋势。那蛮早的哦。对，算蛮早的。那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电子业啦。像第一个做正念标准课程的是广达电脑。那后来台积电听说到这个趋势，也开始去实行了。联发科啦，或者是一些外商，大部分还是大型的企业。像找我做训练的客户，星光人寿、玉山金控、可口可乐、统一企业。那我觉得为什么是大型公司呢？一个是中小企业可能经费比较少，第二个是中小企业也许还是希望看到马上的立即性的成果，譬如说上完这个课之后，明年的销售额增加多少，马上就很会卖，直接看得到。对对对。那可是人力的素质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提升嘛。今天主管的情商提升之后，到整个团队的业绩提升，也许要1到2年的一个时间差。泰坦这种比较有远见的企业来讲，泰坦其实超投入的哈。那所以应该是台湾的中型企业的一个正念标杆呢，并不是因为我在泰坦的频道才这样子讲，这是真的。老师真的很会说话。对，我真的很会说实话。那我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可口可乐在应该是2018年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白色的包装。那个新上市的时候，销售主管其实面临蛮大的一个压力。毕竟零卡的可口可乐、健怡这些早就已经有了，可这个新品上市，不晓得台湾的消费者的接受程度怎么样？他们要想办法去跟通路、便利商店、餐厅做一个业务主管该做的一个事情。那当时我就给他们上类似正念与人际沟通相关的课程，让他们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可以更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把他们要表达的东西顺畅的表达出来。而且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压力的状态，反而可以达到更好的结果。那台积电呢，2015年到现在股价上涨了很多，不知道跟正念有没有关系？相信是有关系的，可能有0.1%的关系，还是会有影响的。我相信，因为就我自己在上完正念，有些伙伴有在练习正念，他们认为面对压力是真的有减低。然后就我自己的感想，我就觉得我睡觉都睡得很好。就是睡觉的时候练习一下正念，然后起来的时候都会感觉睡很饱。就可能闹钟调个9点，但是不到9点就会醒来。这在我，所以你确定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对，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有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但应该还是正念。但是我有发现，没有做正念的时候就会睡过头。对，所以有做正念还是有差别，这个是有对照出来的一个结果。同事这边使用，就是大家就减少压力，专注度大家也是觉得是有提高的。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应用的观察，跟大家分享是这样子。对，虽然减压跟睡眠好像不是企业会觉得很重视的 KPI， 可是一个人白天是精神饱满、头脑清晰的情况之下，他做的决策也好，他所写出的程式也好，那个 quality 也是会比较好的。所以虽然这个是一个间接的收获，可是我觉得其实对企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那另外一个想请教老师，就是像我去学完正念回来以后，那可能我跟朋友介绍说，我去学正念，然后他们说正念很好哦。这个我的老婆或是老公也应该去上一下，因为他思考都太负面了。然后我想说，这个正面思考跟正念，它的关系会是什么呢？就好奇想请教老师。对，确实这个是一个字面上蛮容易让人家误会的。因为刚刚有说过正念，它的英文其实不是 positive thinking， 而是 mindfulness。很多人都会听到正念，就像你刚刚说我老婆的负面思考太多了，让她学正念。你还比较好了。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说，我的老婆邪念太多，所以要学正念，把邪念赶好。其实正念的相反不是邪念，它其实是一个觉察的训练。但是虽然正念的本身并不是赶跑邪念或者是负面思考，不过借由这一套觉察的训练，留意内在的一个心智训练，我们反而更容易
去减少负面思考，增加这种正向积极的认知。其实很多人都会看很多的网络的文章啦，心灵鸡汤啦，然后从小到大很多的培训啦，我们要想正面的啦，我们不要负面思考啦，我一定会成功啦。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应该要正面思考啊。可是我们的经验是，看再多心灵鸡汤类的文章，但是你就忍不住还是会去那样子想啊，因为你控制不了嘛。我不要想一些悲伤的事情啦，让人难过的念头，并不是说我知道应该要正面思考，我就可以真的做得到的。当中的 gap 在哪里呢？就在这套心智锻炼。因为假设我看完文章，我就等于我能够做到，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啊！我觉得，你应该要每天保持开朗，他就每天保持开朗，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这套训练是在把这个 gap 弥平起来，它可以让你看到的文章，我知道我应该要这样子的思考。那你知道之后，你还能够拥有对你的念头、认知、情绪、行为有真正的掌控能力。那这个真正你对于你自己的掌控能力，就来自于这一套正念的心智训练了。所以它的关系可能不是训练正面思考，不是，对，是这训练觉察。对，那觉察包含的这些正面的思考，或是负面的情绪，或等等的。对，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察下来，对，去面对它。对，那久而久之，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掌控自己的情绪。对，对 ，OK。所以它其实不是正面思考，但是会帮助到正面思考。可以这样说，对，就是这样子的结论。那我想再请教老师，就是因为正念嘛，像我们今天这样做，那这样做很多对盘腿，很多朋友就可能认为说，正念可能跟佛教或是跟什么宗教会有关系。那正念跟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好，确实刚刚有说它是一套心智锻炼的系统。那怎么锻炼呢？透过冥想。其实现在西方很多的创业人士都在冥想啊，比如亚马逊的贝佐斯啦、比尔盖茨啦、贾博士等等。我必须承认，它是从东方的禅修当中萃取出来的一套心智锻炼方法。可是呢，它现在在西方已经跟佛教没有关系了。有点像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学瑜伽嘛，可是我学完瑜伽，我不会变成印度教的教徒啊，类似是这个意思。我是基督教的，我也可以练瑜伽，我也不会变成是印度教，因为佛教的禅定，其实就是专注力的训练，佛教的内观其实就是觉察力的训练。所以把名词转换之后，把宗教色彩去除之后，再把西方的脑神经科学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套系统。而且我们绝对不做个人崇拜，也就是它就是一个现代人，任何的宗教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的人都可以去锻炼的一套身心健康的系统。所以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它有点类似就是瑜伽，瑜伽就是身体的锻炼，那正念就是类似说是一个头脑的锻炼。那不代表说是信佛教或是信禅宗。最后一个问题，刚刚老师提的那个正念很多好处嘛，那如果说像我们要开始学习正念的话，老师会建议怎么样练习，或是如何入门呢？有比较非正式的方法，也有比较正式的方法哈。非正式的方法，你们可以去 YouTube 里面搜寻，譬如说正念身体扫描啦，或者是搜寻我的名字正念陈德忠啦。很多的书，像我自己写的2本书呢，后面都有音档，你可以自己听着音档来做练习。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因为第一个费用比较低廉嘛，一本书很便宜。那 YouTube 真的是完全不用钱的，而且又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假设你们想要学习完整系统的课呢，那可以去台湾正念工坊官网上看看有哪些适合你的课程。今天很开心有陈德忠陈老师跟我们分享正念的种种好处，不管是对个人的帮助，或是对企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觉察力的锻炼真的是一辈子的功课，所以也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正念，然后一起认识、觉察当下。下次见，拜拜。